最近这天越来越凉了，好不容易这两天赶个晴天，我们决定放个假，抓住夏天的小尾巴，我们要出去露营了。然后想到这应该是今年的最后一次露营了，就决定干把大的，光打包就收拾了1天1夜，差点没给加班。后来这些东西我们车装不了了，我甚至还租了个货车，开着箱货去露营去，这是我干过最越野的事了。然后为了让这次露营能更有仪式感，我买了个蒙古包当帐篷，但眼高手低了，我们6个人花了4个小时才勉强给它支棱起来。给它支棱起来之后，我们几个谁也支棱不起来了。我现在觉着要不在里边住个3天3夜，那都有点对不起我们这个老腰。这蒙古包搭完了，烤全羊也可以准备烤了。这羊我在家腌了20个小时，上架子就满园飘香。然后我来之前还研发了一个可以搅动的烤羊炉，但是来的路上可能太越野了，不知道啥时候给磕坏了。它现在蹬不了8秒就开始掉链子，我们后来到底还是手摇了3个小时。然后一心在这烤羊也没注意，对面不知道什么时候多出来一群羊。我们浅浅的对视了一下之后，互相都有点绷不住了。我有特别强烈的感觉，他现在脑子里应该只会闪过一句话，就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然后怕这一只羊不够吃，我们还穿了根串，3米的签子挂了10斤肉，非常标准的东北大串。我们甚至还为穿这个串现组了一道流水线。完一见这串，我姐贼激动，苦苦在这照相。你别说，我姐在唯品会买这身衣服也真挺好看。完了她各种夸呀，说她家不仅天天打折，还能安排顺丰拿着合适的尺码上门换，老省事了。朋友们，你们赶紧上唯品会搜狗送或者点评论区买吧，可划算了，而且不用等预售，发货贼快。后来这串生生烤了2个小时才烤熟，俩人吹火，俩人翻面。这大块肉吃的是真过瘾，但不能撸，我认为是他唯一的遗憾。然后经过了3个小时的炭烤，烤全羊也出炉了。这回烤的真的很香，旁边钓鱼的都过来闻来了。而且它出炉的时候刚好赶上日落，这氛围感也太好了。忙活了2天就为了这一刻呀，吃着烤羊看着夕阳，再来一锅冒着热气的火锅面，我别说这2天了，我感觉我这辈子都值了。不过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晚上摸黑收摊收了4个小时。收完垃圾之后，我们又连夜把这2吨东西抬回了我那没有电梯的3楼嘛，到家都早上4点半了。我进屋之后非常恍惚，我寻思不说好放个假吗？这怎么比在家拉磨还累呢？我前2天看了个纪录片，说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潮汕都很少有人做手打牛肉丸了。我看完之后就很感慨，所以我也买俩锤子，打算在家试试。主要我看纪录片里的师傅砸的都挺轻松的，但干上之后发现并不简单。这俩锤子加起来6斤重，听起来好像没那么沉，但抡起来绝对坚持不了5分钟。我有一台砸了3分半，手就不能回弯了，然后还开始不自觉的抽抽。问题这肉越砸越碎，根本砸不成肉泥的状态。我们分别在4个地方买的肉，砸了10个小时，但做出来的丸子都是这种一摸就碎的。后来我查了一下，这就是因为牛走得太早了，牛肉一旦宰杀超过6小时，它自己就会出水，这我就很尴尬了。难不成我还得拎着棒子上草原上追着牛跑吗？而且即便我去了，那画面应该也是牛追着我拎俩棒子跑啊。后来我决定先改造一下设备，找了个家具厂买了根木头，把它改造成最适合我们发力的高度。然后我打探到了在100多公里之外的村子有一家专门卖现杀的牛肉的，我们连夜就干过去。真的，我从来都没见过这么新鲜的牛肉，它在刚分割下来的时候甚至还会跳动。拿到这样的牛肉，我们1秒都没耽搁，火速就回家开砸了。这个肉砸起来就非常顺利了，半个小时就能砸成肉泥，而且一点也不崩，还特别粘手。就这么一比啊，我们昨天砸那12个小时纯他妈冤种。这回终于要见亮了，我也抽空发一波福利，这不粉丝300多万了吗？趁拼多多国庆大促，给大家准备了一批苹果13做粉丝福利，官方价7000多的手机，全都按清仓价秒杀，而且都是全新带发票的。手机我都打包好放评论区了，置顶链接还在，就说明还有库存可以抢，你们赶紧去试试。然后这回买了30斤牛肉，我们5个小时就砸完了。用这次牛肉做出来的丸子真的非常的弹，掰开一个感受一下这种筋道，这才是真正的手打牛肉丸，而且它真的可以当乒乓球打。然后还掉了锅骨汤，它熬了4个小时都没变色。后来我到底还是选择了科技改变生活。晚上吃饭的时候，我们所有人小臂往下都是麻的，甚至在后面的2天上厕所擦纸都得靠人帮忙。然后做的比较多，就给邻居们也分了一些，特意跟他们强调了我们这是淀粉含量只有2%的牛肉丸。后来邻居说了一句话，我当时眼泪差点没掉下来。他说这几天我们趴窗都看见了，你们这牛肉丸一点科技都不用啊，全靠老嫂的狠活啊。我前2天想不开呀，在家尝试了一下醒狮酥，好家伙差点没给命搭了。这玩意儿全网也没有一个特别完整的教学视频，于是我在做之前研究了无数个视频，然后自己拼了个制作流程。问题我也不知道哪来的自信，我当时就觉得只要一步一步按照这个做，肯定能做成。也正是靠着这种无知的力量，我开启了长达1周的翻车之旅。
从开酥到组装，我就没有一步是不翻车的。这一块是我开出来的最好的酥，这一块是我捏出来的最好的湿。就如果这个行业需要一本避雷大全的话，那我凭一己之力就可以提供所有的翻面素材。真的，我这车都翻出花来了。我中间看人说温度太高也容易失败，于是在10几度的气温下，我把家里所有的窗户都开开了，给我冻直拉了尿啊！我这脸都冻得没血色了，但依然没耽误我继续翻车。这几个是我这几天炸完之后唯5还能成坨的东西，高的、矮的、胖的、瘦的，还有一个戴墨镜的。你说这都什么玩意儿？这是。后来我服了，我发现我肯定不能独立完成这个事儿了。于是我们背起行囊南下沈阳，找到了醒狮酥的创始人武阳。然后既然是拜师，也没空手去，正好快到国庆节了，给老师带了2箱经典娟山有机奶，这都是珍稀的娟山牛产的奶，每100毫升里就含有4克的原生乳蛋白，新一代有机，而且还是披荆斩棘2的哥哥同款，好喝还有营养。然后我们到了之后，就先把在家折腾这些过程给老师看了一眼。老师看完之后说了一句话，我差点没崩溃了。他说：“你们之前在家的所有尝试啊，除了活着全是错的。”完，我寻思既然都这样了，那就从头开始学吧。然后在这过程中，我发现这个酥皮点心是个非常严谨的事儿，就它不是哪一步重要，它是每一步都重要，就连最基础的和面都有很深的讲究，就更不用说开酥了。我擀了14个小时的皮儿，才学会了怎么开这次用的直酥和圆酥。然后当我能持续开出这样水平的酥皮之后，我以为我离成功已经很近了，直到老师告诉我，如果想要炸出来的酥非常蓬松，那需要在这个1:1的半圆柱体上切下起码42到50刀。我当时看完他演示之后，我直接人麻了。我寻思，我要能练成这个刀法，我不得在他案板上留下2肉啊！但这事儿也没有捷径，就只能一点点练。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白天我就拼命切、拼命练，晚上再梳理一下需要调整的地方。在经过了几天备战高考的日子之后，我终于捏出了一个正常模样的醒狮酥。然后这个炸的时候也一点没翻车。炸完，为了让它更有神，我们还给它画了个眼睛。当我看到这个成品的时候，我眼泪都要掉下来了。这几天过得跟做梦似的。我看了那么多教学视频，也没有一个人告诉我这玩意儿需要舍命干呢。后来我飘了，趁热又做了个醒狮酥 Plus， 配色也重新调整了一下。而且这只醒狮酥上，吴老用酥皮在后脑勺还给我提了个名字，顺便还教了我怎么让这个颜色能更有层次感。这现在是一只全世界都独一无二的狗送醒狮酥。后来我还偷着学了一下天鹅酥和鲍鱼酥，但时间有限，就只能回家再勤练了。后来毕业打包的时候，我看这些东西特别感慨。我倒不是想说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有多累，而是我发现当这个东西被拆解了之后，我们好像就剩下了复制上的操作难度，但是却忽略了一个这么复杂的东西从无到有的设计会是一个多么变态的过程。所以真的很佩服这些手艺。然后在回去的路上，我做了个决定，我把最大那个醒狮酥给他俩吃了。我其实睡醒之后也挺后悔，但我想开了，酒只有开封了它才是一瓶酒。对于美食博主来说，它最好的归宿也许是报班，但对于美食艺术品来说，它最好的归宿啊，一定是进度。我最近对磨面粉这事儿特别感兴趣，正好我弟最近发现一个好吃的荞麦面，所以我买了60斤荞麦，打算做点粗粮。于是在一个风不调雨不顺的日子里，驴儿们又再一次拾起了那熟悉的磨盘。不过磨这玩意儿还挺上头，跟个圆规似的，给地板都画出来了。但这个拾碾子和拾磨还不一样，它转多了迷糊。为了不吐到磨盘上，我们想了很多办法，但是发现戴上眼罩更迷糊。就我怀疑驴其实也迷糊，但他就是吃了少掌握一门外语的亏，所以他有苦说不出。真的就这么说吧，那天狗好信跟着一起磨了一袋，后来给狗都转吐个嘚的了。然后过一遍筛就可以得到荞麦面粉了，就很明显能看到自己磨的粉并不白。不过比面粉更珍贵的是这些荞麦皮，就是为了多攒点荞麦皮才买的60斤荞麦。我打算缝出一个世界上最舒服的荞麦皮枕，所以我又花了150块钱买了个缝纫机，据说当年它的始发价格就是这些。然后我们用了5个小时才学会如何组装呢，后来师傅实在熬不动了，说你们赶紧出师吧，结果我们当场被劫了。距离我们研发出世界上第一款长在掌心上的枕头就差了2公分。这一下给我们吓饿了，就搞了2袋阿宽的红油面皮儿，都是现成的，吃着也方便。但我一打开，发现它怎么翘黑，有点臭呢。完，我弟说这是新出的酸笋味儿，翘黑是因为它是荞麦面。不过这酸笋味儿还挺正，这酸臭酸臭的，纯螺丝面皮了。还有烧烤味儿也不错，而且免煮方便，5分钟整一袋，比吃方便面爽。然后吃饱了，干活也有劲儿了。我发现我在这个领域其实有很大的天赋，大概用了10分钟，我就可以熟练的把这个缝纫机踩冒烟了。这枕头看着多板正，一点毛病没有。重点是配色，我们选用的是当下最前沿的主流审美。它有一个很洋气的名字 ，Two Hands Rose Style。
然后又简单和了和面，历时20个小时，我们这饸饹面终于压上了。我现在已经不满足于只吃一碗荞麦面了，我必须得吃海鲜面，还得挑贵的吃，我都恨不得拉饥荒吃。这一宿过得太魔幻了，这驴和老嫂之间疯狂切换的。我原来最常做的梦就是踩空楼梯，这回可倒好，我连梦了3天踩缝纫机，完早上起来累得腿肚直转筋。你说这他妈过的是什么日子？